将仙界之门破坏至此。这原本应是一面完整的平台，受这一场波及，便碎成这般模样。那个人该有何等神通？先在平台上打下禁制，再在其中设下恢复阵法。这样若在仙界受伤，出来后也能迅速调整自身状态。没想到此处平台还有这般作用。让开！道友，请离开此处平台，另选他处吧。九祖，化身后期都有得罪。此人修为莫测，不可得罪。小兄弟，来和我一起啊！怎么是他？这些还是找个修为低的吧。区区化神初期，现在就暴露异境，不自量力。不过一看这小子就难缠，要不还是选他吧。这位道友，请离开此地，另选他处吧。哼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雷霸！这人，我是不是在哪儿见过？紫鼎明回，在特定的区域，只要心念一动，需一炷香的时间记起后，便可离开仙界，回到所属修真星。这便是仙界吗？就这个吧。灵石，难不成这里的宫殿是通体用灵石造就的？可惜了。此地完好之时，该是何等的气派！仙界之气，比天地灵气精纯无数倍。谁料这仙界破碎，仙界之气也消散殆尽了。到底是何等神通，竟能将仙宫毁灭至此？当年仙界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欲知第五仙王，自与天华仙师。哇，仅一个仙室的仙宫就如此豪华了，那仙王的居所得多气派呀！丰碑理应放在宫外，以示众人，而今却安在宫殿深处，实在蹊跷。此处有禁止波动。仙界之气。
界之气需用自身元神炼化，形成结晶，方可储存。住手！此地是我大罗剑宗早在3000年前就已经发现，你若一意孤行，大罗剑宗必将追杀到底。雷王，荒谬！这仙界之地，何时成了有主之物？去！大罗令箭，乃是大罗剑宗7剑之一的顶级武器，哪怕是同等级修士，也可用剑气斩杀敌人。此人明明看着不过化神初期，可光靠这雷瓦，也是化神中期顶峰。此人究竟什么来头？仙界破碎，仙宫阵法虽然被毁坏，但多少还是有些运转功效。时间久了，会自动收集一些游离的仙界之气，转化为一丝纯洁的仙气。你大罗剑宗发现此事后，以石碑掩人耳目，每隔一段时间派人来此，固定采集。我说的可有错？不行，我不是此人的对手。这么一点仙气结晶，依然相当于几乎半个赵国所有灵力总和。为今之计，只能全力以赴，拖他一时。等着吧，等我找到师兄后，双剑齐降，你绝对无法走出这仙界之门。想跑？在心地以传送阵通行，这宗门好大的手笔！这化神以上，元神不灭，肉身不死。你我同为化神初期，你灭不掉我。待我头门生砍上。此宝名曰赤金铃，曾是一名上古修士的本命法器，炼化元神只是时间的问题。求求你，手下留情，放了我！无人之处混血。完了！待他的储物袋到手，整个大罗剑宗的传送阵，岂不都为我们所用？主子高明啊！炼化此人元神还需时日，此事急不得。可惜了这些万年仙木，若是并未枯萎，每一个都相当于是万年之木，用以木雕，不知能增加多少倍威能。那是洞府。洞府虽然早被搬空，但这残留的仙人禁制，却对我有所裨益。将来一次打下第999组禁制，便可将锦幡炼成中成境界。此山存在已久，我必定不是第一个看到此字的人。但今时今日，此山依然存在。即便下面真的锁着仙人，也不是我能插手的。
时日已到。哇，这么多极品灵石，主子，这下我们彻底发了！喂，拿命来！你早有准备。若非想保全这把剑，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。这宝剑里刻画的数百组禁制，与锦帆倒是异曲同工。我大罗剑宗共探得仙界碎片之地37个，其中均有门派传送点。凡持此剑，以极品灵石开阵，便可任意往来。此剑干系重大，绝不许落入他人之手。此处已然被彻底摧毁，完全不像是有仙界之气残留。大罗剑宗怎么会专门在此设置传送阵？有人！知道了。今年不知有多少仙人。是啊。虽然栩栩如生，但却感觉不到任何生机，想必是某种幻象。这是往日的仙宫。昨日地波仙子跟我共奏了一曲，怎么可能啊！九霄同醉，干！姐姐，再来一曲。好似天地之力尽在手中，可以随意使用，并能产生无穷变化。这莫非就是仙术？以仙界强盛，怎会毁灭至此？何人放仙剑？手掌。仙人一击，竟一闪天海。这场虽是幻境，或是机缘。一掌，仙界竟是被一掌毁灭。
然认识我。说吧，你到底是谁？雪域天之娇女，谁人不知？不说，那今日便留在此地吧。这是意境。主子，你怎么了？醒醒啊！区区化神初期，不做挣扎，能有无痛之死？这是我的记忆和情感在变得麻木。他已经走了。就是行动了。不对，若是我迷失在这无情意境之中，恐怕从此以后便会成为一个再无情感的杀戮者。生死任凭他一念操控，一剑之下就能风动情感。这天之娇女的意境霸道如斯，若不能破她意境，今日凶多吉少。这血生于天，便会死于地。听说红蝶姑娘从凡人修炼到化神后期，只用了区区100年，可这100年却是凡人一生。不知红蝶你的父母可还健在？红蝶，不知你父母除你之外，可还有其他子女？若是没有，那么岂不是无人送终？人有不孝，此为其一。不知死活！你的意境太弱。已经没有崩溃，而是散开了。但只要杀了他，100年时间，凡人一生，父母至亲岂能是天道可以抹灭？红蝶，你爹娘即便进入轮回，也一直在你身后看着你，你可敢回头一看？血域冰清诀，以无情为道性。当年我便有此疑惑，以红蝶不过100年修仙，任凭天资如何，情感不可能完全磨灭。情不灭，道心自然不稳。莫能进，看！区区化神初期，却懂得坏我道心。此人绝不能留住。主子，那个女人修为比你高，你怎么还明目张胆的飞着跑啊？她要追上来了！你跑不掉。主子，你干什么呀？快跑啊！不跑了。这是。
拥有传送阵法，看来此人身份绝不寻常。而且此人道法非凡，胆大心细，意境诡异，法宝更是层出不穷，定是朱雀星上的某个5级修真国全力培养的精英弟子。这空有感悟的异常，真唬住了红蝶，否则以我和他修为差距，恐怕难以脱身。一掌便让我淋漓耗尽，这仙术消耗也着实惊人。空间裂缝。哎呀，上头是裂缝，下头是岩浆，就算有宝贝也毁成渣子了。大罗剑宗即在此修建传送阵，这洞内必有乾坤。此地十分诡异，若我孤身潜入，过于危险。找一地守株待兔，方为上策。果然来了。三师兄，这里就是当年的仙兽府吗？没错，此地是当年仙界16座仙兽府之一，被始祖老人家偶然找到。千万年来，此地毁坏严重。六师弟，你刚刚化神，一定要注意空间裂缝，时刻运转迷熏诀。这迷熏诀，想必是可以避开空间裂缝的秘法，在这仙界大有作用。进入洞府之内，便无法使用瞬移，一定要小心。三师兄，这仙兽府经过这么多年，想必已经人去楼空。即便仙兽之灵还存在，怕是以你我2人之力，也抵挡不住吧？千年缺乏仙界之气的滋润，这仙兽之灵若真有残存，定然是虚弱不堪。一旦找到，就立下大功。当年始祖大人就是在这里获得了一只仙气兽灵，这才统一了天遁星。如此宝地，难怪专门建有传送阵。此地仙气浓郁，当初始祖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仙气兽。师弟，你帮我护法，我来收取仙界之气。好。似乎竟可如此快速地凝聚仙气。六师弟，这次咱们收获不错，这些仙界之气足以凝结2粒结晶。这颗结晶你收好，如此便算是完成了门派的最低要求。谢师兄。三师兄，这是那血灵壶？没错，这就是始祖大人亲自炼制。
整个门派只有3个的洗灵壶，有此宝在手，可以尽最快的速度吸收仙界之气。圣子里，师弟，你上去看看，这骸骨眉心的光团为何物？为何我觉得此物有些熟悉？师弟别怕，三师兄为你护法，大胆去看。再近些。再进3步，把头骨拿过来。追！师兄，刚刚的到底是什么？若没有认错，此物乃仙手之粮。原来此物是仙手之粮，难怪温受喜爱。但此处仙气远非修武骇可比，这仙手之粮的威力，也远胜当日所见。仙兽的食物就有如此威力，刚才若是被他钻入眉心，怕是现在我已然成为骸骨。区区一条仙兽之粮便将你吓住，今后你如何当大罗剑宗的弟子？若是此次真的寻到仙兽之灵，可就飞黄腾达了。用师弟性命试他，他这师兄倒是居心叵测。仙宝，我找到了仙宝。过于浓郁，滋养之下，让这本是食物的仙界之粮泛滥成灾。以我修为，难以在如此数量的仙兽之粮中脱身，只能以师弟之命为我斗得生机了。师弟，小心身后！师兄，你要干什么？化神终极。仙宝机缘千年难遇，这仙兽之粮倾巢而出，是我获得仙宝的最后时机。
竟能想到这招藏身。这东西也是仙兽之粮，谁吃谁还不一定呢。少量的仙兽之粮我尚可应付，但这一条极为可怕，万不可硬碰。这是仙人禁制。仙兽之粮没有神识传出，应当只是以感官在追踪，或许能以诱饵引开。果然。可算逃出来了，多亏有这些游魂。道友，在这坍塌的仙兽府内，现在怕是只剩下你我二人了。此地既已坍塌，道友不寻出去之路，为何要到在下所在之地？道友不必紧张，在下孙雷。刚才的一幕，道友想必看见。不怕你知晓，孙某并非大罗剑宗之人，而是混进其中，只为杀人夺宝。道友再上前一步，在下可要出手了。此人只有化神初期，神识却无比强大。若非师门传授的功法特殊，可以搜寻强者身世，我怕是连他的踪迹都察觉不到。是了，他定也是隐藏了修为。道友，方才的洞府之中有3件仙宝，其中1为仙玉，2为仙剑，3为金色铁片。不知道友得了几个？仙兽之粮回来的太快，一无所获。动手胜负难料，不如邀请他一同闯洞夺宝。到时面对仙兽之粮，大有除掉此人的机会。道友，那仙玉是无数年来仙界之气凝结而成，可谓是无价之宝。那金色铁片，在下猜测应该是某个防御类仙器，而最珍贵的还属那把仙剑。仙兽之粮众多，获得这3件重宝难上加难，不如你我2人联手。哦，我为何要帮你？在下只要仙剑，其余2物全部给你，如何？仙剑，在下不要；其余2样物品，在下也无兴趣。那倒有异于何为？
若非此人隐藏修为，该将他即刻斩杀，以绝后患。孙道友，想要在下豁出性命帮你取得仙界，仅仅是两样空口无凭的东西，不合适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看道友来此之前，对于半空中的那些空间裂缝，好似预先有所察觉。迷寻诀，此物是大罗剑宗的神通之术，送与道友，又有何妨？道友果然爽快，那在下也不扭捏。你三师兄储物袋内那青色的葫芦给我，我便冒险与你一趟。道友不要为难我了，那洗灵壶乃是孙某之所以混入大罗剑派的必得之物。若是道友真助我取到仙剑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洗灵之木。此木虽比洗灵壶略有逊色，但同样具备吸收仙界之气的功效。道友带路。那黑色仙凉，定是吞噬了那尸骸的肉身，又有仙宝滋养，拥有了此般道行。此地的仙界之粮众多，恐怕都是他的后代。要取仙宝，得削减仙兽之粮的数量。道友，一会儿我以法术引出这些仙界之粮，你我二人能消灭多少就消灭多少。一旦那黑色仙凉出现，我们立刻逃走，回刚才那里汇合。雷王，开始吧。九彩红烟，去！道友，你我合力，定能大大削减这仙粮数量。来了！糟了！此刻我灵力耗尽，他若是动手，罢了。孙兄不在约定之处等候，原来是受了伤。既然如此，孙兄尽管吐纳，在下为你护法。那黑色仙凉面前，居然毫发无伤，此人修为深不可测。道友，你且退后。今日我必向那畜生报断绝之仇！畜生，给我出来！
在下法力有限，只能辅助实习。待我拿完宝物，再来救你。孙道友，那洗灵之木还没等在下，怎么就急着走呢？若是与此人动手，一旦仙兽之量脱困，生死难料。仙宝自有仙人禁制守护。即便是我师门传承御剑，也只能缓缓破开。一剑散修，活该死在禁制之下。仙人禁制非精妙，也不是不可破。万物失血，不可能8息就缩血。那个混蛋！机关算尽。都是一场空，死便一起死吧！间裂缝。主子，这儿要塌了！塌了，塌了！不只是地下，整个仙境碎片全都要塌了！出其修为，若是此刻上前，大有机会。
子，你别吓我！元神受损，我得尽快恢复。道友，遇到了什么事情？居然弄得如此狼狈！巨魔族，仙界碎片崩溃。道友，这仙界碎片崩溃，能逃出者绝非等闲之辈。在下巨魔族赤狐，不知道友如何称呼？在下曾牛。曾牛，朱雀星之上，姓曾的高阶修士就只有这天魂国了。如此年轻便已是化神初期，还能掌控寂灭界的游魂，必是五级修真国的核心弟子。道友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曾兄，那我就直言不讳了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还请助我一臂之力。道友一看便知。整块仙域玉石，如今仙界竟还有这等宝地。曾兄，此处是我巨魔族前辈在多年前进入仙界后无意中闯入之地。此地有仙兽守护，同时还有无数禁制。以他一人之力，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以神念记录下一切后，悄悄返回。时隔多年，此地怕是早就被人发现了。呵呵，不可能，此地断然不会被人发现。只是其中缘由，在下现在不便说出。曾兄见谅。赤狐和我素不相识，此番却由我组队，他只是看上了我的游魂。此地怕是光靠你我二人，也难以成功进入。不瞒道友，除你之外，我还约了一个人。我三人同行，把握自然大上一些。但曾兄尽可放心，到时一切宝物，我自会做主平分。曾兄慢慢考虑。若是想来，1个月后到这御姐地图所在碎片集合。曾兄，在下等待你的参与。在伤势恢复前，不可轻冒任何风险。仙气，果然是要等到化神后期冲击应变时，才能派上用场。提前炼化反倒成了损害元神的毒药。好在这次执行的手握不详，这仙域浑然天成，其上的仙界之气比人为凝练的结晶更浓。应变之后的修炼，此物自然是多多益善。倒是此物看起来不太像是防御类仙器。好精巧的手法，此物原来是仙人刻画的上古玉简。吾名天宝上人，打造天地间的最强法宝，乃吾平生所愿。恨可恨，浩劫突至，一生心血，出体为境，只能将摄神车悉数封存。后世有缘人若得此钱，秦王取之。摄神车，此等仙宝，或许还在天宝上人的洞府。仙界材料打造的宝物，绝非下界法宝可比。这机缘，不容错过。
那洞府若不在御剑传送范围内，那不知还要找多久。道友，救我！道友，此事和你无关，还请离开。此人妄图夺我仙气结晶，说我杀了这杂碎，结晶定我一人一半。荒谬！结晶本是我费力凝聚。你我同属朱雀星，帮我一次。滚！你二人之事，休要把我牵连在内。既然你不愿帮忙，那老子就把祸端引到你身上。这结晶，老子不要了。多谢，在下鬼水派司马云，不知道有失。曾牛，曾道友，此地在下已经搜索了数日，再没有仙界之气存在，不用耗费时间了。不知你有没有仙界传送鼎？若是有，咱们或许可以交换一下。此人或许也有宗门派发的传送玉剑。阁下拿什么和我换？此人的碎片有5处是在西部。曾道友，我这地图有21处，与你地图重复的不算。你抹掉一些后，我们交换如何？曾道友，若是日后有机会去我碎银星，在下定然招待。好说。在下告辞。那小畜生敢抢我的职务，在下定然不能让他跑了。这样看来，大罗剑宗所记录的，怕只是仙界中的冰山一角。找到了！虎形山峰，真有这么个地方？哎呀，原来早被人搜过了，亏我们千辛万苦找过来。热神车封印在洞府的第10件神事，赠予有缘人。此地明明只有9件密室，何来第10件？热神车乃无毕生心血，若能重见天日，此生无憾。这洞府在下沉，即便是被人发现，最终也很难寻到珍宝的洞府了。不知密室中又有何玄机？状若神兽，栩栩如生，这就是摄神车。
中虽未记录此兽名称，但却专门提及这兽魂被魂链锁住，无法逃出3丈之外。要是用摄神车，凭我华山修为，断然无法做到，只能暂先让此兽陷入沉睡。想必天宝上人也不会想到，此等仙宝机缘巧合下，会落入我这华山初期的手中。这摄神车果然巧夺天工，竟完全是以兽魂攻讨，其威力想必不会让我失望。此兽体型最小，或许取手拳能将其收服，但若没有摄神车为屏障，直接吸收我的灵力，能否承受住也是一个问题。这趟仙界之行，收获倒也颇为丰富，不过风险也是极大。若是在那碎片崩溃时稍有不慎，怕是现在已然身亡。如此一来，那赤狐的妖气都是要仔细考虑一下。先不说那3把仙剑，单单是那大量的仙玉，对我日后争取阴变就至关重要。只要修为达到阴变，司徒就可以苏醒。那坛中的仙草，还能给婉儿带一些回去。来了，就是不知是哪一个。哈哈哈！红蝶道友，在下等你多时了。若你所说有假，此事不会善罢甘休。红蝶道友放心，这玉简是我巨魔族洗雨师祖亲自答应。他老人家不会说谎吧？洗祖，朱雀星上以部落存在的修真国，本就只有你我2族。始祖与你师孙既是世交，在下又怎会欺瞒你？既是习祖亲自所见，我可以随你一去，但所获之物中那玉石棺材必须归我。好个霸道的天之娇女！红蝶道友，此事不妥啊！毕竟除你我之外，还有一人。应该也会参与此事。我已答应那人，此次若是我们3人同行，各自出力，公平起见，所得一切宝物平分。我既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便说话算话。哦，是谁？曾牛，和你我一样，都来自朱雀星。来自朱雀星。曾兄。你来的正是时候。是你！是你！道友住手！今日你无处可逃。红蝶修为极高，杀仙极重，只有以攻为守，不
一线生机。这曾牛才化身初级，竟能使出此等神通！红蝶，你父母无人送终，是为不孝。此人居然知道毁人道心，不简单。你为一己私欲屠杀四害，是为不仁。你无缘无故对在下出杀手，是为不义。血域尚在，你却又卖身朱雀国，是为不忠。你这个不孝不仁不义不忠之人，你修的是什么道？你是第一个逼我用出本命法宝之人，你可以瞑目了。住手！红蝶道友、曾兄，你们二人是我邀请而来，若是再战下去，休怪在下无礼。赤虎道友，此事并非在下惹起祸端，与你无关，退下。红蝶道友，你二人都是兽火之妖。你若是执意出手，就是陷我于不义。在下定然与曾兄一同抵抗。若是在下不死，回去定当如实禀告习祖。引进。好，赤虎。今日我看在你的份上，不再杀此人，但那白玉棺材必须归我。红蝶，你莫非真以为在下杀不了你？你信不信我手中神通只需一弹，此处仙界碎片就会崩溃？曾兄，此次在下做主，一切所得，我三人共同分配，如何？好，一切听赤虎兄所言。哼，曾牛，回朱雀星后，你可敢与我一战？奉陪。婷儿，你看，我们回家了。1000年了，你还是这么美。你身子娇惯，亏得那仙玉未央，才保得住容颜。为父此行定会为你寻得新的仙气仙玉。世人都说我是个疯子，炼尸的疯子。世人不同，你我仙界相遇是命定，为你疯癫，我心甘情愿。别怕，为父会一直护着你。挡路者死。红蝶道友的冰雕果然神奇，在下佩服。这冰川寒雾，雾内蕴含仙界极寒之气，若无红蝶道友，我等不可能横渡这万里冰原。即便有天堑阻隔，那玉检所拓印之地，也不该从未被外人发现。
实不相瞒，那玉简所印之地，是仙界中极为少见的一处重叠碎片。几处仙界碎片相互叠加，根本无法架设传送阵。那当年习祖是如何发现的？此事涉及我巨魔族隐秘，在下就不便相告了。渡过此处寒流之地后，将是一片仙界虚无。渡过虚无，便是第一层碎片所在。该我做的都已经做完了，我灵力耗尽，接下来我不会再出手。道友辛苦，接下来交给我们。3日来，你灵力耗费极大，还需多加休息。此女即便灵力耗尽，也定会有丹药即刻补充，不过是引诱我出手罢了。但若是我到了化神中期，凭借生死一境破其道心，便可战而胜之。百年化神虽说奇迹，可终归是道心不稳。巨魔族至宝星罗盘，孤神记忆之中有着星罗盘的炼器之法，可惜材料早已灭绝，难以制造而出。若真是星罗盘，以在下的修为，根本无法驱使。此物是伪星罗盘罢了，比真正的星罗盘功效上差了不少。红蝶，西首方位有此盘自带防御光幕，你可以去那里大作恢复修为。这虚无之行，我赤虎保证，绝无人打扰你。曾兄，东首之位还需你把持。在这虚无之中，有很多未知的异物，还需你那炼魂徘徊观察，以便告诉我方位，不好改变方向。这虚无中，千万不可轻易散发神识，否则会有大祸临身。这是我族习祖当年千叮万嘱之事。赤虎兄，此罗盘应是我人驱使，才为最佳吧？没错，但此地宝贝却不够5人来分了。曾兄，虚无之中，若是此盘崩溃，我3人无一可活。我全力把持此罗盘方向，无暇出手，全靠曾兄了。前方10里有异常。快绕！幸亏曾兄提前发现，否则这次我3人怕是就要饮恨此地了。那是什么妖物？我也不认识。生存在仙界虚无里的生物，实力绝非我等可以对抗。此物名为虚，这虚属于想破灭生物，吞大地而生，吐阴气而活。在上古时期，即便是上古修士遇到，也往往需数人为战，才可取胜。曾兄见闻多广，在下佩服。哼，谁知是真是假，还是胡乱说个名字？无知！你，此物平时须知收集，只有觅食时才会散开。此物觅食中会散出虚气，那虚气呈红色，不是我们可以抵挡的。虎兄，速速向北飞去。此地再往北，
罗盘恐怕会迷失方向。他之前所言也的确不知真假。若贸然继续向北行进，多说无益。曾兄，他走了也好，我就不信他真的认识那生物。曾兄所言不假。若是听曾兄劝告，本不会有此劫难。再快些！红蝶出手！修炼不足，但这本命花蕊只有5个，是怎么也补不回来的。曾兄，上来再说。曾兄，之前只是在下知错，那生物还有什么手段？我们接下来方向如何选择？既逃过了气浪，短时间也不大碍。赤虎兄按地图方向想办法飞行就是。好。星罗盘一损，怕是很难长时间飞行，须得加速前行。但此行还得多多仰仗它才行。这10几日有惊无险，多亏曾兄。客气。这几日与赤虎兄论道，曾某也是受益匪浅。我巨魔族本不是朱雀星之人，无数年前先祖迁移而来，所以在一些神通之上，自然有些不一样。那是。赤虎兄，稍等少许。金子石是星罗盘重要材料，要离开朱雀星，这星罗盘必须要有。我2人刚在罗盘上等你回来，谁料他忽的震动，一股大力将我们驱逐，抛了下来。古神记忆中倒是有修复之法。罗盘应是受损严重，出了故障，暂时无法再飞行了。我3人只能凭法力飞行了，全速之下，大概3日即可到达。总感觉身后好似有人跟随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梅花号是习祖当年留下来的。赤虎兄，那玉检所拓印之地，既是碎片重叠所在，不知是第几层？废话，自然是第2层。仙界能出现2层重叠碎片，已属不易。无知。曾兄，的确是第2层。不过我族习祖也猜测过，其下或许还有第3层。我们快动身吧。
平儿，别急，第3层碎片中定有更多仙玉。不可能出错，可这仙玉棺材和仙剑怎会平白消失呢？这就是你说的地方。今日你若不给个说法，我绝不罢休。这赤虎倒也不像是在说谎，怕是出现了什么变数。与其争论不休，倒不如做点什么。二位，此时在下鲁莽了，我也没想到。一句鲁莽，就可以弥补我的损失吗？你若不说个明白，休怪我红蝶不顾世交之情。此事回朱雀星，我另给你一个交代。我赤虎身为巨魔族少族长，虽说比不过你红蝶金贵，但却是一眼求顶的男儿。赤虎兄，此地若真有第3层，这里应该就是入口。出役。